欢迎来到思维源流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迅速建立你的顶尖思维体系，成就你的人生赢家。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2022年8月于家中辞世，享年90岁。这位经营之圣兼哲学大师，虽然他离开了我们，却也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财富。今天我们就先从他最后的演讲内容开始学习进步。稻盛和夫曾在2015年受邀到台湾演讲，内容激励人心，启发无数人。以下为稻盛和夫当时在台的演讲内容。稻盛和夫在演讲中说，在我漫长的人生历程中，我深刻地体会到一个道理，人在遭遇困境时，往往会埋怨，会抱怨，而且困境越是严峻，埋怨和抱怨的程度也会越高。然而，这些埋怨、抱怨以及对人生的各种不满，并不能帮助你改善你的人生状况，反而会让你自食恶果，让你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。这就是我80多年的人生感悟。我认为，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环境，都应该保持感恩、感谢之心，时刻要有一颗感恩的心，不仅要对自己身边的人表达感谢，也要对社会和自然表示感谢。拥有这样一种美好的心态非常重要。只要在人生旅途中保持一颗纯洁无瑕的美好心态，你的人生就一定会迎来美好的未来。我坚信这一点。人生是如何形成的？自己未来的人生旅途会怎样？对于这些问题，大家都没有答案。但是我认为，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，对人生是什么这个问题有没有清晰的认识，或者完全不知道，我们人生的走向将会截然不同。今年我83岁了，我从事技术工作，当初研究开发新型陶瓷，27岁时在朋友的支持下创立了京瓷公司，经营企业至今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。我经常思考，现在我是在经营企业，但这个企业能不能持续发展？该如何做才能避免企业倒闭的危机？如何做才能保障员工福利？我一边思考这些问题，一边每天都努力的工作。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，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？我们的人生是否都是早已注定的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是否都有自己独特的命运？我渐渐地认为，每个人都带着自己固有的命运来到这个世界，然后按照命运的轨迹走完自己的一生，这是我对人生的一种看法。另一方面，在命运的安排下，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如果我们心存善念，行善积德，那么人生就会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。也就是说，人生中存在着因果报应。我又有了这样的看法，也就是说，在遵循命运的指引前进的时候，在每一个关键点上，由于我们的思想不同，行为不同，就会产生新的不同的人生结局。因果报应这条纬线也贯穿在我们的人生之中。于是我进一步的思考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由命运这条经线和因果报应这条纬线交织而成的。我开始相信命运和因果报应，让我有了这样信念的契机，是读到了中国古典名著《阴质录》。当时我还很年轻，正为事业上的困难而苦恼。这本书让我明白了人生由命运和因果报应交织而成。下面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《阴质录》的内容，然后再回到主题。《阴质录》的作者是袁廖凡，《阴质录》又名《廖凡四训》。这部中国古典作品写于400年前的明代，距离现代并不太远。袁廖凡原名袁学海。有一天，一位白靴老者来到少年学海的家中，对学海说，我是从云南来的一位易经专家，我奉天命来到这里，要把我研究易经的心得传授给袁学海少年，所以我才千里迢迢的来到这里。那天晚上，老者就住在学海家里。学海的父亲早逝，少年学海和母亲相依为命。当夜，老者把学海母亲叫到身边，在学海面前说起了少年学海未来的事情。老者说，学海母亲，你是想让你儿子将来成为医生吧？学海母亲回答道，是的，我是这么打算的。我们家从他祖父开始就是医生，他父亲也是医生，只可惜英年早逝，所以我希望他将来也能继承家业。老人继续说道，不，这个孩子不会从医，他要考中进士，日后做高官，风光无限。老人又说，这个孩子哪一年会参加乡试，
在多少人里面考了第几名，又会在哪一年参加会试？在多少人里面考了第几名，在参加殿试，在多少人里面考了第几名？老人一口气说出了少年学海未来各个阶段的考试成绩。老人最后说，学海年纪轻轻就能担任地方官员，后来成婚，可惜没有子嗣，寿命53岁，这就是这个孩子的命运。那天晚上，老人一边看着学海，一边把学海的一生告诉了他的母亲。一个怪老头说了些荒唐的话。当时听了老人的话，少年学海就这么想，但是后来少年学海的一生和老人预言的完全相同，哪一年参加哪一场考试，在多少人里面考了第几名，一丝不苟，一切都如老人所料。于是学海相信了老人的话，也开始认为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天注定的宿命。后来他来到南京，南京有一座著名的禅寺叫栖霞寺，寺里有一位名声很大的法师叫云谷禅师。学海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号，到了南京没多久，就去拜访栖霞寺，向云谷禅师请教。云谷禅师说，欢迎欢迎，把学海请进寺内，说我们一起坐禅吧。于是两个人就开始打坐。学海坐禅非常专注，心境清明无染，没有任何杂念干扰。看着年轻的学海坐禅的模样，云谷禅师既惊讶又敬佩，真是不简单。你以前在哪里修行？你虽然年轻，但坐禅时如此安定，没有任何杂念干扰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坐禅像你做的那么好。你一定有过艰苦的修行经历。云谷禅师对学海赞赏有加。学海回答说，不，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修行经历。禅师夸我没有杂念干扰，心境清明，倒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。其实我小时候有个老人来家里做客，他对着我和母亲就我的命运，他做了各种预言。后来我的一生果然和老人所说的一样，一步步走到今天。像老人预言的那样，我虽然结了婚，但到现在还没有孩子。53岁时我就会死去，所以我对今后要怎样要那样，想做这个想做那个之类的期望或野心完全没有了。我只想顺从命运的安排，平淡地度过我的余生。学海说道，我认为既然这是命运的安排，就不必多想其他的事情，我心境如此清明，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。我一直以来的人生都和老人预言的一样，我未来的人生之路也肯定会按他说的那样走。云谷禅师本来是笑眯眯的听学海说话的，听到这里却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，他厉声责备学海，我本以为你年轻有为，聪颖过人，是一个有慧根的贤者，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大傻瓜。禅师继续说，虽然那位老人说的没错，我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命运，但是有谁会傻到完全听从命运安排的呢？命运是可以改变的，世上有因果循环的道理，想好事做好事，命运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变，想坏事做坏事，命运就会向坏的结局转变。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清楚地存在着这样的因果道理。云谷禅师对学海诚恳地教导。学海天性正直，听了云谷禅师一番话，深受触动，离开寺院，回到家里对妻子说，今天在禅寺遇见了禅师，学习了这么重要的道理，从今以后我要尽量去想好事做好事。妻子也是既聪明又正直的人，对学海的话表示赞同。他回答，如果你这么想，我也跟着你这么做，今后我们要努力多起善心，多行善举。《阴质录》这本书到这时候场景突然转换了，变成了了凡向儿子讲述的场面。他说，孩子啊，你父亲的人生就是刚才所说的这样一个人生，幸好在禅寺见到了禅师，听了他关于因果道理的教诲后，我和你母亲决定了，不管事情大小，我们都要一起用心想好事，努力做好事，并且坚持不懈。这样做的结果，本来不可能出生的你出生了。本来说我53岁就要死去，但我今年已经快70岁了，还活得这么健康。廖凡给儿子讲的这一段故事，就是《阴质录》这本书的大意。当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，我还是中小企业阶段的京瓷的经营者，每天担心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经济衰退的风暴来临，公司可能就会破产。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公司倒闭，一定要把企业持续经营下去，必须保护企业的员工。
同时必须拼尽全力来报答投资的股东。同时，我也是一个年轻人，对人生充满了迷茫，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度过每一天。在我困惑和痛苦的时候，我读到了《阴质录》这本书，它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只要想好事，做好事，人生就会有好的转机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要积极乐观的面对，这样才能过好自己的人生。这是我读完《阴质录》后的感想，也是我坚定的信念。但是当时我只有27岁，还很年轻，而且是一个理工科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，从事新型精密陶瓷的研发工作。我习惯了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，虽然我想要相信因果的法则，但是我却无法完全接受它。就在我为此感到困扰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一位天文物理学家关于宇宙起源的一个理论。他说，我们所在的宇宙在137亿年前只是一个拳头大小、高温高压的基本粒子团，它发生了大爆炸，形成了现在的宇宙，并且一直在不断的扩张，这就是所谓的大爆炸理论。这个理论让我开始相信因果法则的存在，也就是说，宇宙最初只是一小团基本粒子，但它一直在不停的进化变化，没有任何一刻的停滞，最终经过了137亿年的漫长历程，诞生了像我们人类这样的高等生物。也许可以说，在这个宇宙中存在着一种法则，让万物不断的生成发展，或者说，在这个宇宙中流动着一种气，这种气关怀着无机物、有机物以及所有的动植物，引导着它们不断的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我对天文物理学中关于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有了深入的了解后，我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宇宙充满了爱和智慧。我也意识到，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宇宙里，我们的愿望和行动都有着重大的意义。宇宙有着一种宇宙的意志，它引导着一切事物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，它关怀着万物，怜悯着万物，祝福着万物。正因为我们人类是这样一个充满了幸福和成长的宇宙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只要顺应宇宙的意志，行善积德，我们的命运就一定会变得美好。阴质录中讲述的因果法则并非是迷信，用天文物理学中最前沿的大爆炸理论来解释，也能够合理的说明。当我这样思考，这样深入的去理解了之后，我从心底相信了因果法则的存在。既然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因果法则也是客观存在的，那我就遵从这条法则，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精彩。我坚持了自己的信念。但是，即使我相信因果法则，遵从这条法则去生活，人生仍然充满了起伏。有时候遭遇困难，有时候得到幸运，就是在这样一种快乐和悲伤交织的人生中，我走到了今天。在此过程中，我努力经营企业，经历过许多挫折，也享受过不少成功。我认为这些都是人生的考验，同时我也明白，在面对人生考验时，如何应对是非常关键的，这会影响我们未来的人生。人生的路上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，有些来自自然，有些来自命运。自然和命运的挑战，有时是灾祸，有时是机遇。机遇也是一种挑战。当我们顺风顺水，走上成功的道路时，往往会失去谦卑，变得骄傲，甚至沉溺于奢侈，轻视他人，甚至改变了自己的人格，最后因为忘记了谦卑，充满了骄傲，而失去了难得的机遇之神的眷顾，从而一落千丈，陷入人生的低谷。因此，只要想想这些人的故事，就会明白，不光是灾祸是人生的挑战，机遇也是神明给予我们的挑战之一。我认为，无论是遭遇灾祸，或是碰到机遇，怎样去面对，采取什么样的行动，将会影响我们未来的人生。我这样想了以后，就决定，无论是遭遇灾祸，还是碰到机遇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挑战，我都应该以感恩之心予以接受。即使遭受不幸，我也要心怀感恩，去接受灾祸的挑战。我会这样想，神明和自然让我承担这么沉重的痛苦，一定是为了让我觉悟到什么，是在提醒我，所以才用灾祸来挑战我。那我就应该对造成灾祸的自然表达感恩之情。我心想，我们都有能力战胜困难，坚持生活的勇气和意志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灾难，都不能屈服，要面对残酷的现实，振作起来，
靠着不屈不挠的强烈意志去努力战胜困难。然而，人在遭受灾难时，往往埋怨自己和他人，为什么偏偏是我倒霉，从而忧心忡忡，自甘堕落。但是，只会抱怨，说风凉话，人生只会越来越暗淡。我认为，绝不能让自己陷入消极失落的境地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灾难，都应该把它看作是上天给予的考验，坦然面对，积极乐观，一直努力向前。我一直这么想，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。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。如果你认可我们今天的分享，希望你给个点赞加订阅，谢谢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